去年是崩盘，今年是清盘。一句话就像一记重锤，砸在了这个曾经金光闪闪的行业头上。曾几何时，中国的钢琴产业年销几十万台，琴行遍布大街小巷，家长们争先恐后地为孩子报课、买琴、请名师。因为钢琴不只是乐器，它是中产标配，是教育投资的门面，是阶层跃升的通行证。然而短短几年，光环尽碎。2025年，这个行业不只是凉了，而是彻底冰封。北京一家琴行老板的抱怨，比北风还冷，原价5万的钢琴，现在5000都没人要。他摊着手，眼神里全是绝望，琴摆在那里，不是资产，是债。连二手钢琴都没人接盘。在闲鱼上，原价4、5万的琴跌到3、4千，卖家求爷爷告奶奶，只为有人来拉走。数据残酷得像刀子。2024年，中国有超过7000家琴行倒闭，钢琴年销量从高峰的近40万台，断崖式下跌到19万台，直接腰斩。琴行、琴厂、培训机构像被割倒的麦子，一片片躺下。一个从业20年的老琴师在社交平台叹息：钢琴是比房地产更难的行业，造琴的亏，卖琴的亏，教琴的更亏。上市公司也没跑掉。珠江钢琴，昔日的行业龙头，如今账面全是血。2025年上半年预计亏损1.21亿到1.57亿，2024年营收只有6.77亿，同比骤降39.97%，规模净利润亏损2.36亿，同比暴跌4108.2%。海伦钢琴连老板都守不住了，创始人家族直接把23.83%的股份卖给外人，5.48亿套现走人。业绩呢？3年跌到只剩一半。2022年营收3.79亿，到2024年只剩1.59亿。今年一季度净亏968.48万，比去年同期亏得更多。更可怕的是，连培训班也招不到学生了。2025年，一些机构老板雇了3个招生团队，居然1个学生都没招到，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见到这种零业绩。降价没用，转老年市场更惨。钢琴课1年380元的客单价还不够老师路费。有业内人一针见血，北上广深房价松动，大厂裁员潮没完没了，中产的破产3件套里，钢琴是最先被扔掉的那个。它不能带来收入，也不能换来确定的未来，它只是个吞钱的怪兽。这不仅是行业的崩盘，更是无数家庭梦想的坟场。郑女士，2025年刚从广东某音乐学院毕业，钢琴专业，10几年练琴，父母投入几十万。她的回报是一份底薪3000元的工作，课时费提成35%，还经常没课上。她笑了笑，荒唐。数据摆在眼前，2025年仅有46.3%的音乐专业从业者月薪超过6000元，大多数人靠几份兼职凑生活费。高昂的学费、买琴的钱，10年的时间全变成了一纸证书。一位上海家长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心：10年练习，100万投入，换来的是孩子一个不稳定的工作和一生的迷茫。其实早在几年前，崩盘的种子就埋下了。2019年的行业调研报告还在吹风，当时全国琴童数量高达4000万人。2008年到2013年间，琴童人数上升了29.3%。那时候，钢琴是教育市场的乐器之王，是刚需。但到了2025年，艺考报名人数史上首次跌破100万，连央美这样的名校也招不满。古筝、长笛、声乐全线遇冷。为什么钢琴会从中产必买跌成清仓甩卖？业内人总结了3大杀手：一、中产消费降级，房产、股市财富缩水，钢琴这种100万级投资直接被放弃；
二特长生加分政策取消，2018年起，证书在高考中再无价值，钢琴销量就一路走下坡。三启蒙教育带偏路，考级导向让孩子没兴趣、没创造力，学了10年，离开谱子就不会弹。网上甚至有人嘲讽中国的钢琴课是最昂贵的机械训练班。钢琴的崩盘不是偶然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真相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行业的退潮，但其实钢琴业的死不是孤立事件，它是整个中产阶层崩塌的缩影，是中国经济内循环里一个最刺眼的伤口。第一层真相，消费降级不是选择，而是被迫投降。过去的10年，钢琴是中产家庭的炫耀资本。买一台琴放在客厅，就像在门口停一辆 BBA。可是现在呢？2025年的数据残酷地说明，超过67%的中产家庭在削减子女教育投入，尤其是非刚需类的艺术培训。原因很简单，收入下滑，资产缩水，未来不确定性飙升，房子卖不掉，股市亏穿底，薪资被腰斩，大厂裁员名单滚滚更新。琴行老板说得更直白，他们不买钢琴，不是因为不爱音乐，而是连房贷都快断供了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钢琴从投资变成了奢侈品，从必需品变成可有可无的摆设。第二层真相，政策一刀切，直接砍掉行业命根。2018年，全国31个省份全面废止艺术考级、竞赛证书的加分政策。这个消息对钢琴行业来说，堪比判死刑。在那之前，学琴的家长大多有一个算得很明白的小算盘，孩子拿个10级证书，艺考有优势，将来升学能加分，值。政策废了，这个算盘全碎了，证书成了废纸，考级热潮瞬间熄火。钢琴销量的曲线从那一年开始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直往下掉。最讽刺的是，那些曾经靠政策催热的虚假需求，让市场过度扩张，泡沫极大。等政策一撤，行业连缓冲期都没有，直接从巅峰摔到谷底。第三层真相，教育体制的病，钢琴只是最先死的那批病人。表面上看是家长没钱了，是政策变了，但更深层的是中国整个教育培训市场的结构性衰退。钢琴教学本该是兴趣与创造力的培养，但现实是考级绑架了兴趣，名师绑架了家长，机构绑架了钱包。一位家长在论坛上的留言刺痛了无数人，孩子学了8年钢琴，花了几十万，但离开谱子，他连小星星都弹不出来。培训机构把钢琴变成流水线，考级教材脱离现实，孩子机械练习丧失乐感，家长掏钱买的是焦虑，而不是音乐。这就像中国的很多行业，表面光鲜，数字漂亮，但一旦去掉政策、资本和炒作，立刻露出脆弱的骨头。钢琴业死掉后的连锁反应比想象中更可怕。第一波死掉的是琴行和培训机构，第二波是乐器制造业，上游的木材、零件、调音服务全被拖垮。第三波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，没有就业市场，只能改行送外卖、做直播、摆地摊。2025年全国高校就业质量报告显示，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跌破70%，是所有专业中最低的。音乐类更惨，就业稳定率只有42%，也就是说，超过一半的人在毕业2年内被迫转行。这些人中，有人曾是钢琴大赛的冠军，有人是名师的得意门生，但在现实面前，他们的奖杯和证书换不来一份养得起自己的工作。钢琴只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接下来围棋、马术、高尔夫，甚至曾经炙手可热的少儿编程，都可能走上同样的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逻辑和钢琴一模一样，靠中产的教育投资撑起来的高客单价，
非刚需市场，一旦经济下行，政策收紧，这些行业瞬间变成无人接盘的空壳。2025年的中国已经没有太多保值的投资了，房地产不再只涨不跌，股市剧烈震荡，连最安全的教育投入也开始崩盘。这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当社会流动性降低，阶层上升的通道被堵死，再多的教育投入也只是原地踏步的豪赌。有人说这是市场规律，适者生存；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的冰山一角，是中产神话的破灭。但无论原因是什么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：那些10年苦练、倾家荡产的家庭，那些抱着梦想走进音乐学院又带着绝望离开的年轻人，他们都在告诉我们，有些声音一旦被沉默，就很难再响起来了。